来，今天我带你们来什么地方探险呢？我相信你们已经看到这是一个开放式空间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来这里呢？其实我必须说，在日本这个地方，我有可能可以问到台湾人在不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现在知道我在冲绳嘛。那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开放式空间，我相信就听到风也蛮大的，我看我头发也知道，因为它就是海边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有可能会有一些风声，而且今天的影片呢会拍摄的比较简单，因为我只想要来简单拍摄这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地方在严格来讲它算是一个坟墓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在战争的时候有非常多人的骸骨就在这个地方就地掩埋，算是一个乱葬岗。但为什么要来呢？因为在日本，我假如可以问到台湾人的好兄弟的话，或许对我来讲，也可以去了解更多这个样子。至于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？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赶快带你去一探究竟吧。来，这里就是我今天带大家来的一个公厕，才怪！你觉得我真的会带你来公厕吗？我有差到这种程度吗？当然没有啦，因为公厕只是一个开头，但公厕在这里呢，确实有一些传说。那今天的拍摄模式呢，会稍稍的跟之前比较不一样，加上今天这个地方又是开放式空间，所以呢，会有一些地方比较不一样哈。那我不知道，有可能听错了，反正听到脚步声。这公厕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其实据说，有人晚上来这边上厕所的时候，会被人家乱敲门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上。为什么今天要来这个地方呢？为什么要来这种开放式空间？因为第一点，冲绳真的没什么地方可以拍，因为社长不努力了，没有啦，因为社长比较忙，所以呢，他比较没有时间，真的好好的去找像废墟这样的地方哈，或者是说，大家应该说那些废墟基本上拍过，你看，大家看到医院那个日本的那一个地方嘛，那个甚至是我已经讲过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觉得今天来这地方呢，某方面来讲，因为我拍摄算是在过年前了，都快过年了，这些人在异地的好兄弟们，会不会想要回去呢？我觉得我很想拿机器来好好问一问这边的好兄弟们，这样子。那这里又是属于户外式空间哦，所以某方面来说会有一些风声，因为它这里呢又靠近海边，有点喘。我记得我以前有来这边直播过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哎，它上面没有标台湾的塔耶，但实际上现场是有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去看看吧。那我来这边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？对不对？既然它有这么多地方的塔，早期台湾是不是也是属于日本的呢？是。那你觉得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有台湾人也不幸葬身在这个地方呢？对不对？那他们葬身在这个地方，加上又没有办法得到一些台湾习俗的那种
安葬啊什么的。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想家？晋江之塔，我记得我之前有来这边直播过，但我并没有拍摄过影片。而且我可以说啦，兵库县我有待过，我可以说啦，今天换成是我，假如我不是自愿来这个地方，我不是自愿想要移民到这个地方，那这里所发生的事情，让我不幸往生在这里，我一定会很想回家。神奈川，群马，有可能要办什么活动吧？我记得台湾好像有来这边办过活动，这个样子。其实这里还蛮适合直播的啦，但我觉得不知道直播好像不是那么的好。这又是什么塔呢？富山哦，我好喜欢富山啊，一个很漂亮的县市。然后你觉得在这种地方的厕所会不会有问题呢？英灵，这什么？这应该是英吧？英灵水棒什么纪念碑？然后这里有自动贩卖机、厕所，这里面厕所你觉得会不会有问题呢？而且日本厕所说真的还蛮恐怖的，有一些很恐怖啦。我所谓的恐怖呢，是搞不好都有很多故事，看一下吧。公厕，女厕，现在应该可以吧？啊，很呆哦，这个灯是人体感应的吗？不知道。台湾塔在哪？我记得我之前有来过一次，但我记得还蛮里面的。哦，这是商店啊，可是感觉好久没有营业了。OK， 这个地方是冲绳，在这边跟美军发生大战之后，把人，因为这地方有太多遗骨了，所以说呢，他们把一些那些发现的遗骨就移到比较大的那个纳古塔那边，这样子。这还有鸟居，这是三重灭。对，台湾这到底在哪里啊？这一个是哪里？岩手 Iwate 啊 ，NTB 他们住的地方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必须告诉大家，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。我为什么直播完之后
还会再来这个地方。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，这个地方它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里是一个公园，其实我也不常拍公园，但这公园为什么我一定要拍呢？是因为它有台湾人的存在。那这个地方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其实我必须告诉大家，这以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激战之地，往生了相当多的人。而那个时候呢，台湾也是属于日本的，当然有一些人也被征到这个地方来当兵，也不幸客死他乡。好，相对的历史你们真清楚，那它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其实我先来说说社长的吧，因为这个地方其实社长叫我来的，因为我住的地方其实离他还蛮近的。然后社长说，他其实因为他早期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鬼故事，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就算它不是公园，就算它是房子，怎么样一定会有很多故事，所以他自然而然也跑过来这边直播。然后他在直播的时候呢，其实一切都觉得还好，就是一个木马等等之类的。可是他觉得越来越不对劲。为什么越来越不对劲呢？因为他在拍摄的时候，在做直播的时候，他感觉到相当的诡异，从那个氛围，从身体就先感受到那个氛围是不太对劲的，鸡皮疙瘩啊，什么有的没有的，他都感觉到了。到最后，他听到了声音，什么样的声音呢？就仿佛好像有人慢慢在靠近他，有着脚步声，但回头一看却没有人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这是他说的。他说这个脚步声不止一个人，接着越来越多人，越来越多人，然后仿佛把他包围起来，把他包围在中间，这个样子，他可以感觉到很多人就在他旁边，只要眼睛闭起来，他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样子。好，这是社长所来这个地方现场所发生的事情。那再来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故事呢？其实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，这往生的很多都是军人。那其实据说有人晚上，因为这地方晚上公园开放空间，其实有人还是会来探险。他们在这个地方探险的时候，似乎疑似有听到就是军人穿军靴在走路的声音，就好像台湾我们之前有说那个在操兵啊，在走路的声音，他们有听到，甚至他们还有听到军队在训练的声音，连周边的人都有说这个地方有着这样的一个情形之类的。所以呢，在日本当地，在冲绳当地，灵媒就有讲说，你体质比较弱的人千万不要来这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他说这个地方你水土挖一挖，或许你还可以挖到一些遗骸跟遗骨之类的一个状况。好，再来还有是怎样的故事呢？其实必须说，有人来这个地方，他体质比较弱。那这个在网络上看到，他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走着走着，他就跟他父母亲来嘛。然后因为他父母亲他的那个祖先也是被安葬在这个地方卫灵碑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会来祭拜。因为有一些人，因为那个死掉了之后，就很难分辨那个是谁，所以他们就是有点像乱葬岗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到最后他们就来参拜，可是他参拜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感觉有人站在他旁边这个样子？然后走着走着，甚至他感觉到有一股力量不让他继续走下去这个样子，然后甚至把他拉回来。然后他明显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把他往后拉，然后往后拉之后，他就整个跌坐在地上，然后摔得也蛮厉害的。最后他没办法继续前进了，他只能让他爸爸妈妈去那个地方继续去祭拜他的祖先，然后他就跑去医务室去做治疗。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？他爸爸妈妈没有事，可是旁边其他人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倒还是砸到，导致了受了相当严重的伤。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，所以他回去的时候有去找灵能者去询问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然后灵能者最后就跟他讲，这有可能是你的祖先在帮助你，所以你带什么样的心情来这里，你自然就会碰到恐怖的事，或者是碰到真的会帮助你的事情。好，
那这就是我知道这里的传说。当然，这里传说还有没有呢？其实还非常多，大家有时候可以自己上网去找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把剩下景看完，顺便来问问看这边的台湾人会不会想回家吧。说完，哇，大阪、南泥洼、浪速，这里这个是什么？福冈，福冈我其实之前有去，还我要带全民隧道的影片回来。然后呢，因为今天我算是轻装上阵，所以你会没有看到那个红外线热显像仪啊、人形啊等等之类的。对啊，这点请大家多多见谅哈，因为人在海外，有时候东西都是轻装为主哈。对，包含这次的灵魂盒子，我有可能也是轻装哈。没有，我其实坦白告诉大家，为什么轻装好不好？因为灵魂盒子的脚架我没带，原谅我。其实呢，刚刚在和平纪念公园那边有看到一个韩国人的塔，那福島啊，福岛。啊，会不会是快过年了，所以说开始在搭一些帐篷？这个是哪里？哎，哦，这个是那个电视台。台湾人的塔呢？熊本县。哎呀，好大哦！这要走到什么时候啊？看一下路标：黎明的塔、安华的塔、展望台、工程空华。台湾呢？可以不要闹了吗？石川金泽很漂亮的一个地方。鹿儿岛，这是哪里啊？吉他吗？鹿泰的碑。刚刚为什么会中断录影呢？是因为我在寻找台湾人的塔，结果我发现我走错方向了，所以我刚刚中断录影了一下哈。OK， 看那个 Google Map 的位置是说台湾人的塔是在这里这个方向。我这个时间这样子声音其实还蛮恐怖的。这地方其实非常大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找到台湾人的塔，我们再来做问与答吧。那因为这地方属于开放式空间啊，所以呢，问与答的部分呢，我会到问与答才会进入到那个什么会员版的部分哈。找到了台湾的塔，好，那我必须很遗憾的告诉非会员的朋友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。你们能看到的就到这边，接下来就是会员才能看到的部分了。好，那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拜拜。